谢玉夫人，你们不能走。赤云，你怎么会在玉山？阿莫，你放弃对我的承诺了吗？我们走吧。这是何意？赤云大人，应该是想要试探一下我的灵力吧？宣阳若，在此别过。你竟然自称宣阳若！轮回过经年，看指尖，繁花开落多少遍。这一世赤云，对不起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的安全。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。走吧。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土，一念梦，一花一树一滩土，情始终，爱偏开在迷途。往前路，往旧物，往心往你往最初，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。不管世事如何变迁，唯一不变的就是爱人的心。它可以让你感受到幸福的美妙，也必会让你承担失去的痛楚。穆清墨本就是宣阳王姬，这是他逃不开的宿命。如今他们的确是定了婚约，此乃王命，王命难违。你若是为他好，就该为他考虑，什么都不要做，等着他，等他做出最后的选择。我才不管他是宣阳若还是穆清墨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。一念梦，一花一树一滩土，情始终，爱偏开在迷途。往前路，阿莫，往旧物，往心往你往最初，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。前程夙愿，来时路，一念桃花因过渡。那一年，稀缺时光在重复。如果阿莫和盛伦的婚姻是王命，那么我希望阿莫和赤云的感情是天命。王命难违，天命亦不可违。但愿赤云能冲破这道屏障，给世间所有真挚的爱情以希望。赤云，你回来啦？玄穆王呢？我要去见他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要问他借5000兵马。你借兵马做什么？阿莫要嫁给凌云盛伦了，我要把她抢回来。阿莫要嫁给盛伦，凌云与宣阳真的要联姻了？管他什么联姻不联姻，反正阿莫就是不能嫁给盛伦。如果他不肯借的话，我就回不归谷召集若江的兵马。哎，赤云，你冷静一点。凌云与宣阳联姻，势必是要联起手来对付我玄穆的。你现在公然率兵抢夺宣阳若，一定会引起各族纷争。你们若江好不容易回到平静的生活，你真的要为一己私利，陷若江的百姓于战火之中吗？但是让我眼睁睁地看着阿莫嫁给别人，我做不到。好，即使父王借兵给你，玄穆朝中的大臣一定极力反对。
到时候你带着一群根本不听你号令的军队，怎么跟凌云圣伦抗衡？凌云族四部的军队，打起仗来连宣阳王都要忌惮3分。即使你赢了，宣阳王也不会认可的。得不到宣阳王的认可，你怎么娶阿莫？那你要我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阿莫嫁给别人吗？当然不是。阿莫与圣伦只是订婚，不是马上要出嫁。你现在要做的，不是去争、去抢，而是改变你自己，控制自己的野性，担当起这个重责，去壮大若江，让大荒的人对若江都不敢小看，甚至我玄木都不得不仰仗若江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阿莫一定更喜欢你，信赖你。也许这样，你们之间还有一线希望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现在父王闭关静养，朝中大小事务都由浩许来打理，童征他们虎视眈眈，居心叵测。我是希望你能尽力辅佐浩许。我答应你，只要玄木朝中局势稳定，我一定帮你想办法，对抗凌云与宣阳联姻。娘，阿莫不想嫁给圣伦，我想要自己选择未来的夫婿。为什么？阿莫有些累了，想在山上住几年。以前我总是想着办法溜下山，可是住在玉山上这几年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朝云峰和玉山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，一样的冷清，一样的寂寞。所以我想多陪陪娘，而且，如果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心爱的人，那我宁可和玉夫人一样，晋升玉山，终身不出。阿莫，你过来。阿莫，玉晨之所以着急接你回来，是因为我对他发了火。所以，若不然，我便要亲自上玉山去接你。娘，所以您相信我没有偷玉夫人的宝物？真正的原因并不是这个，这是玉晨以为的原因。玉晨说你哪里有偷宝物的眼界，顶多是去偷个桃子。那娘为什么对大哥发火？你是宣阳的王姬，迟早有一日是要住进这样的宫殿。可在这之前，我要你拥有8荒6合的所有自由。可玉夫人却生生剥夺了你最宝贵的年华。她在玉山的鬼地方已经住了几10年，比我更清楚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。5年的自由和快乐，天下什么宝物能换取？她比谁都清楚这刑罚有多重。明明拿走了你最宝贵的东西，却假惺惺地说给我面子。可是玉夫人挺好的，她对我也很好。阿莫，你是宣阳王的女儿，宣阳的王姬，哪怕是身为你的父亲母亲，都不可能完全左右你的婚事。即便你父亲不答应赐婚，可那些势力盘根错节，一心想要主宰大荒的大臣，也会逼你父王就范。可作为母亲，我对你内心所想感同身受，所以，我只能尽量帮忙拖住你的婚期，让你有时间去了结你该了结的一切，开开心心的
完成穆清墨的使命。待事情处理完，就去履行宣阳若的使命。难道这桩婚事当真已成定局了吗？所以，趁着还有时间，就赶紧下山去。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闯祸就闯祸，想打架就打架，把穆清墨该享受的都享受了。以后，你就只能叫宣阳若了。真的要嫁人吗？穆清墨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娘，明日一早你就下山去，到哪里都好，反正不要让我看到你。大哥，我先回屋休息了。从玉山回来，原本昨晚就可以到，为什么是今日凌晨？盛伦他受伤了，所以在路上耽误了一阵子。后来，我们没有立即上路。看来，你们是相谈甚欢呀。他人很好。当然，你知道世上有多少女子都想嫁给盛伦吗？我相信他今后一定会照顾好你的。或许我就是那个例外。我不想嫁给盛伦。我不知道两族联姻是大哥的意思还是谁的意思，但是我想说，如果你们非要逼我嫁给盛伦的话，我只能以死明志。不要再提什么死不死，就算死，也要嫁给盛伦，因为你是宣阳若，而这就是你的命。我想知道，在大哥心里，究竟我是你的妹妹，还是那些大臣的政治工具？赤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送给你，这是我打败他们赢来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阿莫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早在10年前，我们就已经见过了，就是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忘了。紫珠，怎么回事啊？吵吵闹闹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个贼子深夜闯入昭云殿。贼子？他什么时候不好，偏偏要大哥在的时候，这不是找死吗？是啊，做贼做得这么不敬业，怎么捡了个这么个日子？真是胆大包天。那贼子长什么样啊？他脸上戴个面具，看不清楚长相呢。人在哪儿？在4殿下房间。我去看看。王姬，殿下让我保护你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大哥会杀了你的。我数3声，放了我弟弟，留你个全尸。哼！
要打便打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这就是杀死你弟弟的道。不愧是宣阳玉晨，我布置了一个又一个迷障，就是为了让你犯错，让我有机可乘。没想到却没有用，反倒是我中了你的计。你刚才那一下就是故意做给我看，让我以为有机可乘。我不会杀了你，我会让你后悔活着。哼，但是你犯了一个大错。没事了，啊，知若没有死，只是刚才那个贼子，他为了激怒我设下的迷障。看，好了，好了。你早就知道四哥没死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刚才情况紧急，我没顾得上。芷若，四哥，大哥，阿莫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啊。阿莫怎么了？怎么都哭了？你们说谁死了？还不是要问大哥？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这个傻丫头刚才以为你死了，就一直在旁边哭哭啼啼的，好好哄哄她吧。没事啊，四哥不好好的吗？啊，芷若，别哭了，照顾好她。我再出去看一下。好。好了，四哥这不好好的吗？没事了。大哥刚才说什么？他说出去查看一圈。怎么了？四哥，你既然没事了，就赶紧休息吧。对了，你说那个贼子竟然敢闯入昭云殿，还能从大哥手上逃跑，应该也算是个厉害的角色。但是这昭云殿内又没有什么宝物，你说他来昭云殿干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我回去休息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别哭了啊。
就知道是你。看来你想我了。赤源，我告诉你，你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，但是绝对不要拿我的家人开玩笑，特别是我四哥。如果再有第二次的话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你。想干什么？我想见。我是真的想你了。为什么要夜闯昭云殿？你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？为什么就不能以若江首领的身份光明正大的来见我呢？如果我以若江族首领的身份来见你，那你只能是宣阳若，对吗？宣阳若会见我吗？宣阳若的父母会允许他见我吗？此时此刻，我只是赤云，我不是若江族的首领。我想见的人是穆清墨，不是宣阳若，所以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你更愿意做那个自由自在、敢爱敢恨的穆清墨，不是吗？你看，多好啊！我不但来到了昭云殿，而且还进到了你的闺房。好媳妇儿，你要是能跟我躺在这个榻上抱着睡一会儿，那我就不虚此行了。哎呀，来呀，好媳妇儿，来嘛，来呀！你给我下来！你们几个跟我去那边看看。快上去！上去！哎，干嘛？你不是不让我上你的榻吗？闭嘴！躺好了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找到了吗？贼人一定非常善于利用山脉来隐藏自己的行踪。他一定是迫于大哥的威力吓跑了。不，他一定没有走远，他就在附近。带着侍卫继续找，每一个角落务必搜到，明白吗？是，大哥。你们四个去那边，剩下的人跟我到这边来。是。别睡了，别装了，知道你没睡，快起来。阿莫，阿莫，四哥，怎么了？阿莫，快开门！四哥，我已经睡下了。你房间里面有异样的灵气，你那边没事吧？四哥，是你感应错了吧？我房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啊，我没事。四哥，我刚刚准备睡下，你怎么把我吵醒了？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四哥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能不能当做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有看见，好不好？我搜完昭云殿，会带所有的侍卫去搜桑林。
这里的事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四哥，其实他是个好人，他绝对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。只要是你做的决定，我都会选择支持你。谁让你是我妹妹呢？走。看来你四哥是真的很疼你啊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怎么着？担心我了？我们走吧。你真的要跟我走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愿意。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刚刚四哥说，他会带着侍卫去桑树林搜查，他是在帮我们打掩护，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走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幸亏是我四哥，如果遇到我大哥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哦。母亲，勿念，我下山了。你竟然让阿碧和丽阳在山下等我们，万一他们被侍卫发现了怎么办？太危险了。放心，他们可没那么笨。阿莫，你终究还是心里有我的，对吗？所以才会跟我下山。少得意了，我只不过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我大哥杀死而已。哼，都说这世间的女子最爱口是心非，看来果然所言非虚啊。我才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呢。总之，下山之后我们就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。赤云，赤云，反正我不允许你嫁给别人，因为能娶你的只有我，赤云。赤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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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，赤云，醒醒啊，赤云！阿碧，烈阳，你们看着他，我去找人帮忙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这里有谁懂医术吗？啊，我们这里的人病了呀，都去找巫医。那请问谁的医术最好啊？那当然是无所不知的巫王了。实不相瞒，是我朋友生病了，耽误不得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在哪可以找到巫王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还是带你去吧，因为山路复杂，虽然不远，但是很难说清楚。好，谢谢妹妹。嗯。阿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他出事了吗？快带我去！我先去了。
去吧，去吧。李阳，赤羽，住手！住手！姐姐，躺在上面的人是谁啊？我们平时连祭坛都不敢靠近，他居然躺在祭坛上，这简直是亵渎神明啊！是啊，亵渎神明啊！这是。他就是我说的那个朋友。啊！这是我们不归谷最重要的圣地，是供奉若江族的首领，我们的大英雄赤云的祭坛，只有巫王才有资格在上面祭拜。你让你的朋友赶快下来。是啊，下来呀！快下来！供奉赤云的祭坛，你们这些外来人竟敢亵渎祭坛！你们可知道他是谁吗？亵渎祭坛是谁都救不了你们，给我拿下！抓住他！等一下，我要见巫王。亵渎祭坛还想见巫王？巫王不见外人。你们的首领有难，我要找巫王商量。胡说！我们的首领无所不能，怎么会有难？赤云在他们心中无所不能。我若是告诉他们，赤云身受重伤，只怕若江也就乱了。我的朋友病了，需要请巫王替他诊治。你刚刚还说首领有难，现在又说朋友有病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你若再不离开，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素闻巫王医术高明，怎么会不懂得济世救人的道理？你冒犯首领，没有教训你，也是看在你姑娘家的份上了，请你马上离开，赶快离开！马上离开！今天我一定要见巫王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住手！姑娘不妨直言，今日非要见我，到底为何事？巫王，你可认得他吗？族长？什么族长？他就是族长？这是护卫我们若江族的族长赤云大人，他怎么了？他受伤了。他的伤势非常严重，剑上凝聚的毒气又这么厉害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毒气。再加上他身体里的毒，毒？怎么会有毒呢？这不是大哥的佩剑吗？虽然大哥很辣，但生性骄傲，从不屑用毒。赤云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也许我们此生无缘，但也好说的对。只要还不到迫不得已分开的时刻，就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就让我这么静静地陪着你。希望你能感知到我的存在，快点好起来。姐姐，谢谢。你不用太担心了，巫王的医术是最高明的，他一定能救赤云大人。你昨天陪了我一夜，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先走了。他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剑伤虽然重，
但有不归谷的山水灵气护持，赤云大人本可以慢慢愈合伤口，可是……莫非是他身上的毒？我们若江族人也很善于去使毒，在大荒中以善用毒闻名。可我们是蛊毒，而这个毒是药毒。我想尽了办法，都解不了。下毒的人心思十分狠毒，这个毒早就潜伏在赤云大人的体内，至少有5年的时间，平时根本不会有任何异样。只有当赤云大人受重伤后，动用灵力疗伤，才会毒发。毒性会随灵力的运行遍布全身，使赤云大人既不能用灵力疗伤，也不能用灵力逼毒，只能坐等死亡降临。现在，赤云大人的灵体已经快支撑不住了。5年，那他身上的毒是从何而来呢？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，这个药毒极有可能就是来自玄木王族。玄木王族？对，玄木王族的毒是天下第1奇毒，一般人是根本解不了的。他一定不会喜欢这么窝囊的死去。即便是要死，也要让那些恨他的人付出同样的代价。我救过他2次，他还没有还给我呢，不能这么轻易的来找。阿碧，我想用一点你的鲜血，可以吗？巫王，你每天为赤云喝1碗阿碧的血，虽然这血不能解毒，但是却可以延缓毒性的蔓延。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也不会不管你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过几日我一定让烈阳把解药送回来，这里就拜托你了。姑娘，看来是赤云大人不想让你离开这儿。赤云，我一定可以救你的。阿嬷。烈阳，快，以最快的速度去玄木山，通知云桑姐姐。
赤云大人，你终于醒了。赤云大人，怎么会是你？阿莫呢？赤云大人，他去为你求药去了，具体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。那他临走前留下什么话了吗？哦，阿莫姑娘未曾留下什么话，我只是说你体内的毒很可能是来自玄木。没过多久，他便离去了。这么说，是你把我医好的？在下只是查出赤云大人体内有毒，救你的是阿莫姑娘。赤云大人，你的体内积蓄着大量的毒素。这种毒平时根本察觉不到，只有当你受伤了，才会被激发，导致体内的灵力一点点耗散。中毒。实际上，你身上的毒并没有完全排除。你此刻醒来，想必是阿莫姑娘用阿碧的血替换了你一部分的血，毒素已经遍布你的全身。现在必须要找到相对应的解药，才能解，否则的话，否则就会死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那个给你下毒的人。从这毒性来看，非寻常人所为。阿碧，快带我去找阿莫。阿莫，等着我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我的命是你的，你一定要等着我。赤云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好媳妇儿，原来你竟然舍得以命换命来救我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才不会牺牲自己救你呢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故意要染上毒，然后让云桑带你上山，玄武王就不得不救你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解药了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如果解药不够我们两人用的怎么办？你要中毒就中毒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不过是想念云桑姐姐了，过来看看她罢了。好，那就是我误解了。哎，你说我要是死了的话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要死就死，我当然会好好的活下去了。这就对了，好媳妇儿，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了。我只要你在我活着的时候，好好爱我就够了。如果哪天我要是不小心死了，你就把我的尸骨随便抛到哪个山里面，反正那些野兽也会把我啃个干净。你就当我从来没有存在过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，高高兴兴的，好好的活着，知道吗？你别风言风语的了，不要以为有阿碧的血你就会没事，你撑不了多久的。我们现在得赶紧见到玄木王才行。唉，恐怕很难了。现在玄武王正在闭关，把守玄武山的是童真、星芒和昆卜。童真与我有仇，估计他是不会让我们过去的。童真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如果他来把守，确实不易。可是你不是想知道是谁对你下的毒吗？你有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朋友，可以帮我们给玄木王传个信啊？
人心难测呀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。烈阳，你在玉山待了这么久，功力也长进了不少吧？看到那边那座城池了没？你去那儿练习一下凤凰玄火，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喷它一团火。但是记住了，不许伤人。烈阳，你回来！喂，你干嘛呀？烧的又不是宣阳的都城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紧张什么？那可是玄木都城，要是被人知道烈阳是我的，玄木肯定会立即发兵讨伐宣阳，你这样会引起战争的，你知道吗？放心吧，以烈阳现在的功力，没几个人能抓得住他。那你也不能让他胡作非为啊！童真修炼的是火灵，独缺凤凰玄火。现在烈阳出现了，童真肯定顾不上玄木山，去追烈阳了。到时候，玄木山上只剩下星芒和昆布，我便有十足的把握上山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旨意，有人在城里放火。哈！凤凰玄火，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到，没想到今天自己却送上门来了。哼！童将军且慢，这凤凰玄火来得蹊跷，怕是有人要闯玄木山。你若一走，这守山的阵法便缺了一点。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放眼整个大荒，有几个人是你们两个的对手？守山之事就交给二位，我去就好。哎，喂，就算我想见玄木王，你也不必用这么卑鄙的手法吧？那你说个方法，我去做。就算你引开了童真，那童真手下呢？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别急啊，阿碧，来。 阿碧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阿莫呀？唉，可惜啊，可惜阿莫是一定会嫁人的。成了亲之后呢，他的夫婿可能会不喜欢你，他不喜欢你，就一定会把你跟阿莫分开。喂！ 这紧要关头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就算是
你勉强跟阿莫一块嫁过去，但是阿莫他成了亲，他一定会生孩子的。生了孩子之后呢，他就会更喜欢自己的孩子，他就会顾不上你，就会彻底把你冷落了，就再也不能陪你玩了，甚至于连看都不能再看你一眼了。喂，你干嘛？瞎说什么呢？阿碧，他是胡说的，你别信他，他是故意吓你的。阿碧，我没吓你，我真的不是吓唬你啊！你想想看啊，阿莫真的有了孩子之后，他就会更喜欢自己的孩子，他就不要你了。到时候烈阳也不要你了，你一个人多可怜呀，孤孤单单的。你娘亲没了，朋友没了，连这……你别胡说！阿碧，你别信他，你可不能信他。我没有胡说。喂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欺负阿碧，真是疯了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回音啊？阿碧，你记住了，如果你真的很爱阿莫的话，就要努力去争取。你越是伤心，阿莫就越不会跟别人走。你给我过来！喂，你刚刚利用完烈阳，现在又欺负阿碧，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！我知道你心疼阿碧，反正你最后也不会真的抛弃他嘛，而且让他知道一下失去的痛苦，不是才会更加珍惜你吗？你这是什么鬼逻辑啊？赤云大人，怎么是你？你灵力高强，可以忍耐，但是你底下的那些侍卫受哭声的影响，越难过就会越哭，越哭就会越难过，直到心力衰竭而亡。赤云大人，我负责镇守玄木山，还请您手下留情。我要见玄木王。这，我得向童将军请示一下。童征本来应该跟你们一起守在这玄木山，至于他现在去哪儿了，我不在乎。你要是想请示的话，那就去吧，我倒是不着急。不过，就怕还没等到你请示回来，你底下这些人已经哭死在这儿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玄木王就在小月岭，你们自己上去吧。但他愿不愿意见你，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。多谢将军。没想到阿碧的哭声竟然威力那么大。紫金鼎之外就是回音谷，地势比较特殊，一点细微的声音都能够引发回音，被扩大传出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阿碧的哭声本来就有影响人心的魔力，被回音谷扩大之后，威力自然不同凡响了。说的没错。你呀，他说什么你都信啊？怎么那么傻呀？怎么了？刚刚为了在星芒面前维持气势，消耗了不少灵力，毒素有点压不住了。还能撑得住吗？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，就算是死，我也毫无遗憾了。别胡说八道！你就算想死，也要等我脱身之后再死。你现在死了，我可说不清楚。
走吧。你能撑得住吗？没事。那就是玄木王。赤云来了，还带着客人，你们稍等一会儿。赤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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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了？他中毒了，毒性十分严重，求玄木王赐药。这是我玄木所产的一种毒药，毒性极强。来，扶他过来。这种毒药啊，潜伏在体内十分隐蔽，时间久了才会发作。中毒的人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中的毒，自然也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下的毒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这儿有一颗丹药，你先吃下去，然后再利用你的灵力配合药力，把残毒给逼出来，这样应该就没事了。他为了救我也中毒了，求玄木王再赐一颗丹药。解药我这儿只有一份儿。姑娘，你坐下。把手给我。姑娘，你是自己把毒引入体内的，而且就在这2天，为什么？我是因为他欠我债，如果他死掉的话，那我就找不到人讨债了。这个药也这么不老实。你没听玄木王说吗？解药只有1颗。我知道啊，那又怎么样？赤云，你放心，这姑娘的毒没事儿，我很快就给她配置解药。旨意的火是你们2个人放的吧？您在这里都知道了。玄木山四周发生的任何事情，都逃不出我灵力的感应。那您知不知道烈阳有没有被抓住啊？烈阳，就是那狼鸟。你放心，我已传命浩许，让他好好看管，不会有人伤害他。谢玄木王。老头儿，另外1颗解药什么时候能配出来？那得等到明天，你们俩在这儿多住1宿吧。是什么人下的毒？你猜测过吗？我云游天下，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人，加上无法推测中毒的时间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到底是谁给我下的毒。幸好玄木王医术高强，否则我们2个只能等死了。姑娘，你知道我怎么跟赤云结盟的吗？听赤云讲过一些，但不是很清楚。10年前，我宣布，赤云是我玄木最尊贵的客人。从今天起，若将玄木将永世结盟。最近
赤云将会在我玄木山养伤，各位都要像敬重我一样敬重他，不得对他无礼。陛下，此事我已做出决定。原本我请他到玄木来教我们如何锻造兵器，可他却聪明得很，一开始根本不肯把最精妙的部分告诉我们。那时我才明白，他当初之所以答应与我定下盟约，是因为他要救那个受伤的姑娘，以及深入玄木，了解我们内部的情况。后来，我什么都没有要求他，尽心尽力地教他种植树、医术，又用了一个北冥鲲的卵作为交换，告诉他，只要把卵孵化了，将来就可以在天上飞。他才慢慢地开始教我们一些东西，直到后来给我们玄木供给兵器。原来逍遥是玄木王送给你的。说起来，这玄木山对我有恩的人还真是不少。当年我住在玄木山的那段时间，每次童真来找我麻烦，都是浩许来帮我解围。童真的个性我是了解的，他毕竟是我玄木的大将，我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把他放在心里。我赤云岂是那种睚眦必报的小人，最多我就不跟他见面打交道就是了。浩许和你的年龄相当，自然比较合得来。说实话，你在玄木这些年，他真的把你当亲兄弟了。我知道，当年我不习惯玄木山的生活，偷偷溜了出去。本想一去就不再回来。赤云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是浩许一路追了上来，拿了一壶1000年的老酒，和我说：“我早就把你当成兄弟，我许诺你，此生对你永不相弃。”于是我又回到了玄木山，一留就是好多年，精心学习了玄木的种种长处，也把我所擅长的铸造之法交给了玄木族人。怎么了？难道你的毒又加深了？毒？这次我命童真等人把守玄木山，严禁任何人上山，就是因为这事儿。赤云，我担心我撑不了多少日子了。你体内毒素的情况，果然更糟糕了。宣阳有玉晨，凌云有圣伦，我玄木却没有一个能堪此重任的继承者。